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我们来看看说，断联中的他是目前如何看待你曾经在这一段关系所付出的一切呢？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下暂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中所想要带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到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在对于说曾经的这一段关系之中，你们所学到的，或者是说你们也领悟到的，什么样的理念，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首先，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恶魔牌。好，那这边我们所抽到的恶魔的牌卡的话，就代表说，其实在，对于已经失去的这一段关系，你们有发现到说，其实你们蛮容易会被自己的情感、思绪，或者是说情绪所牵引，甚至有的人呢，可能觉得自己过往太过于相信所谓的命运的安排。又或者你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有点太过于恋爱脑了。好，那这边其实就看表示说，在过往的你们呢，就是蛮相信所谓命运的感觉，但是却没有想到你们一直在这么相信命运的感觉，可是却栽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跌，或者说一个跟头。那对于你们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是有一点会逐渐的让自己会尽可能的保持在一个比较理智的状态，或者是说你们会尽可能的让自己往后不要再像以往一样那么的太过于相信命运。其实你们现在还是一样很相信命运，甚至你们其实现在还是一样很相信自己的信仰，或者是说你们在对于感情部分还是会有隐隐约约啦，就是存在着一种，希望被你们的信仰或者说宇宙给指引。那只是你们以前会容易完全的去相信，就是说缺乏了所谓在相处过程里面所必须要去判定的，或者说所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些理智的，又或者是你们现在呢，尽可能的会让自己在随着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也可能会适时的去观察对方，然后把对方打个分数，然后会和你们的信仰或者说向宇宙去做个许愿，就是说你们再也不太会当选定这个人了，当喜欢上这个人了，就完全的投入在里面，就是会失去理智。所以看似乎也会因为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曾经他那样子的伤害你，然后让你看到说，原来你自己也是有这么，比较不理智的这个情况，你们就会比较庆幸说，现在你们是比较有越来越理智的，这样的情形。然后就是当出现恶魔牌，也可以表示说，在过往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之中，你有什么就给对方什么。这是杨所有听到的一个举例，例如说，你身上有10块钱，那你会分多少给那一个人？那像学校这组的你们，可能就会分给对方7到8块钱，就是真的还蛮多。那像有人可能会给5块，或者说可能会看怎么样情况呢，就给对方多少钱。所以其实在对于学校这组的你们，过往你们在面对感情，或者说在面对说这个人的时候，你们会无私的奉献，然后为对方付出，甚至有时候很容易会被对方的各种情绪给影响
干扰，然后让你们经常会做出一些其实连你们自己都不太想要去做的任何的决定跟打算。但是当你们看到对方这样子的时候，或者说当想要对方的时候，其实你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不舍，你们还是会依然的想要为了这段关系，或者说为了这个人，你们愿意退让，或者说你们愿意让自己稍微吃亏，你们可能会认为说，只要是能够维系好这段感情，或者说能够帮助到对方，或者是说能够去让这段关系有所进展，那你们稍微吃点亏，或者说你们没有得到那么多东西也没有关系，因为至少你们会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可以得到你们所想要的。但是很可惜，就是看起来就选到这组的你们，也是因为真的断联，因为我们题目就设定为断联嘛，所以无论你们付出了多少，这段关系还是真的就这样子结束掉。所以目前的你们的所抱持的心态就会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想法，然后会让自己尽可能的不要再那么像以往一样那么的恋爱脑。那有一部分的人呢，现在其实还是蛮在意这个人，很容易会受到这个人的情绪上面的影响。但是大部分的人的话，你们其实脑袋是清醒的，就是影响归影响，但你们知道说已经不可能了。那有一部分可能还心里面还是会多多少少有期待，这段关系是会有一个进展的可能性。好，然后在我这边抽到第二张是月亮牌。好，那月亮牌呢，就代表说，其实你们会认为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还是依然的保持有缘分的。所以呢，当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会分两种情况。第一个是比较理智型的人，或者说比较潇洒的人，或者说已经走出来的人，你们会觉得说，这段关系其实就已经不可能了。那就算真的有机会，或者说对方真的回来找你们，其实你们也不要了。就是你们非常的明确知道说，什么样的原因分开，那个并不是真正的原因，而是因为一直在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经历了这么多，所以反而会让自己更加看清楚说，哎，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到底对方是曾经如何对待你们，然后这段关系到底是真的有没有那么的重要，然后这段关系是不是真的如同你心中所想的那么的美好。那其实在你们断联之后，你会发现说，其实你或许一直都活在谎言的世界里面，或者说你总是一直在卑躬屈膝，所以你其实已经觉得心真的还蛮累了。那你也不想再回到这段关系，因为你会觉得两人之间的个性可能真的差的蛮多的。那差蛮多的这样的状况之下，就觉得也很难可以让关系可以有共鸣，或者是说也很难可以往更深刻的方向去走。所以在第一种情况就是你们基本上会想念这个人没有错，或者说会受到这个人情绪影响也是有，但是就是你们并不会想要再回到这段关系当中，你们会觉得结束了就结束了。好，那第二种情况就表示，其实在选到这组你们，有可能你们心里面还是非常的想要见到这个人，然后你想要跟对方问清楚、说明白，他到底曾经在你们相处过程里面，你会有一些的，你没办法理解的地方，或者说你希望对方可以讲清楚那些的过往的相处的事情当中的那些事情，其实你很想要问对方问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然后你心里面那些的答案，你想要问清楚对方，那你心里面其实还是有一点渴望想要跟对方在一起，就是比刚第一种可能性的渴望性来更高一点。那你们可能还是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幻想，但这些幻想的话，其实也没有完全影响到你们的决定，只是因为当你们看到、想到、听到跟这很相关的事情的话，你的情绪上面是有波动的，你的情绪是有起伏的，并没有那么的潇洒，或者是说也没有那么的能够泰然自若的去谈论这件事情。你们心里面还是很渴望对方能够至少跟你们说声对不起，或者说他能够做一些表示，或者是说他能够为了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可以做出一些的努力。所以对于目前的你来说，第二种的人的话，就是还是心里面有一定程度的期待跟期望，能够让这段关系是有一个更深一层的进展。那其实当我们这边抽到了恶魔跟月亮，所以表示说，其实在你们这组的状况之下的话，也会认为很高的几率就是你们其实蛮相信命运的。那你们也会认为说，跟他之间的命运是有，比如说宇宙的安排，或者说你们信仰宗教的安排，然后让你们来去学习，或者说来去让你们因为这个人成为这个感情成为你们人生中一个不一样的跳板。那你也会因为你们
过了这个人之后，你有发现到说，其实自己的人生反而变得不一样，你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有点活得更开阔，可是只是在当下你们会觉得蛮痛苦，因为不仅关系看不到未来，看不到方向，甚至很容易会被对方的各种情绪给影响，所以你们其实曾经的状况是心里面真的蛮痛苦跟挣扎，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面对，或者说该如何去处理好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好，然后再来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三。好，那钱币三的话就代表说，在以你的就是说你其实会认为在这段关系当中，你学会的就是在面对于说每一段感情，或者说每一段关系，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还是同事之间的情谊，你会认为其实很多的东西它是需要慢慢酝酿的。比如说，不是马上你做多少，对方就一定会付给你多少，因为也或许是因为你曾经在这段关系里面，你真的跌了太重，那你也开始逐渐的意识到说，其实自己可以更加保护好你自己，又或者是说，其实自己是非常向往人与人之间是那种和谐的相处，然后是能够长远的陪伴。所以这组的你们有很高句，就是对方或许在过往就是对你们常常已读不回、不读不回，或者说甚至很难找得到人，能够找到就是除了第一个有目的性，第二就是他真的就是谎言的关系，所以就是有欺骗了你，然后可能有点罪恶感。然后回来找你们，然后就是安抚你们。然后第三个就是可能他就欺骗呐、然后就骗你，他实际在做的事情跟他跟你说出来的事情其实有点蛮大落差。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在钱币三本身代表说，你其实心里面向往，就是你会认为，一段关系，如果说你真的要的话，或者说真的适合你的话，必须要是在一个两之间就是有一定程度上交集或者说联系的地方，你没办法接受就是那种就是说你网络交友其实也不长久，就是也不太容易会选到这一组。那如果是网络交友的话，就表示其实你们心里面很渴望，也是觉得以后找对象一定要找那种能够现实出来的，找不到就不要，就算了。对，那如果说不是网络交友，就是现实中所认识的朋友，你们就会非常在意这段关系之中两人之间的相处模式是不是平等的，然后是不是真的有彼此有热络，或者是说还是自己一厢情愿去看待、去面对说这一段关系。好，那这样的话，以上呢就选在就是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部分，就是你们其实本身在这段关系，基本上大部分的人就是逐渐的变理性了，应该说减少你们的感性。对，那理性化也会觉得你们可能偏中间，并不代表是完全理性，只是你们在看待于感情会变得更加谨慎、更小心，再也不太会去相信所谓的一见钟情，或者说靠自己的感觉。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喽。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选到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看说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想到你曾经所为他做的种种的一切，他心里面会是如何看待的？好，那妍妍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好，第一张牌的话，我这边所抽到的是圣杯十。好，那圣杯十呢，就代表说，其实，在曾经你们为了这段关系所付出的种种的这一切的话，在对方心里面呢，他依然是保持着有一种感谢、感恩、熟悉，或者是说会有一种想念的感觉。洋洋会认为，其实，在对于这张牌本身的话，会有带着一种想念的感觉，因为你们所做的那些一切。洋洋是不太确定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但是看起来是你们给对方满满的爱，然后为了这个人，你们应该是经常做很多让你们觉得其实自己也是觉得心蛮累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们为了这个人，其实你们付出了自己非常极大的耐心，或者说已经超出了原本你们在性格里面本来不会去做的那些事情。那如果说都没有的话，那也就代表说，其实你们为这个人所做的一切，是真的有做到他的心坎里，让他是能够以一个特别的方式，或者说会让他觉得自己人生当中从来都没有遇过像你这样的人，他会感觉到有一种很开心，或者是说会有一种自己很荣幸可以遇到像你这样子，能够这么的
就是无私的面对于他，或者是说为他所做这一切。那如果说你们曾经这段关系当中是有第三个人，包含朋友或者说家人，是成为你们这段关系中无论是绊脚石，还是说最助力的伙伴，不管是哪一种关系，其实看起来以他的角度来说，会认为其实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会觉得其实你这个人真的很善良，因为然后应该说你的这人缘也很好，所以才会让这段关系当中会有第三个人会去，有人是嫉妒嘛，有人会去想要帮助你，那心里面其实会觉得想到这段关系的时候，就会认为你这人真的人缘很好，然后会觉得你的内心的世界里面，其实是值得被更多人爱，或者是说值得被更多人包容，值得更多人去照顾到你的心情。那但这时候对于你来讲，会觉得你其实只想要那个人而已，并不是要说其他的人。可是以他角度来说，他就会认为，其实你做的那些付出的一切，别人也都看在眼里，他也看在眼里。那他的看在眼里，更多是来自于说别人所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评价，或者说别人是看到你的付出的种种一切，他们反而会更加的去希望说你其实也可以过得非常的好。所以其实不管说你现在生活过得如何，反而是身边那些曾经看着你付出的人，或者说他自己本身是抱着一种蛮祝福你的心态去看待于你目前的生活状况。那这边也不太能够确定说到底对方知不知道你现在目前的生活状况。那无论说你现在生活状况到底有多差还是有多好，但是洋洋相信说，如果说你这个人本身现在已经被这么多人给祝福的话，那基本上其实这段关系应该说你自己个人本身会越来越好，那只是看你自己要不要，或者说你愿不愿意去敞开你的心胸，去接受那些其他的缘分，或者说其他对于你好的人。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来为大家抽一下第二张。好，那有人会认为说，其实本身这人看待你的话，应该啦，有可能就是这一个人他是有机会再次回来找你们，或者是说他本身如果你们也没有那么坚持在关系当中，或者说你们也没有封锁他，然后他也没封锁你们的话，那其实表示未来的有一天对方一定会回来找你们的几率是偏高的，因为圣杯十是在我们的第一张牌，所以表示你们其实在对方的内心当中是有一个一定程度的重要，然后有一定程度的缘分是有存在着，所以对方才会经常去想起你们。那杨会认为说，其实有可能这段关系付出久了。如果真的讲很久，通常就是指说2-3年以上。如果说你们这段关系已经相处非常久，那有很高的几率就是其实对方对你的感觉会从原本的在意、喜欢、爱，然后转换成是更像朋友的感觉，或者是说更像是一种家人的氛围的状况居多啦。但这只是一个大众占卜，是比较没办法确定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到的下一张是战车牌。好，那战车牌呢，这边就代表说，其实在他的内心当中，他会想到你其实在原本在这段关系里面，或者说对于说他的付出当中，其实你应该有很多的部分是你不是很想要去做的，或者说你可能不太愿意去接受的，或者是说其实你的内心当中是不是本来在对待说他身边的人事物，其实你心里面是有很多的妒忌的感觉，或者说会有很多的不好的感受，或者说是有很多其实你根本也不想要去做的事，但是他又想到说你或许是因为为了他，那你就是做了这么多，那你也愿意去不断的退让，那你也是爱屋及乌的去对于说他身边的人各种的好，所以反而他在对于已经你们俩之间比较没有互动的状况之下，想到你的这些的付出的时候，其实他的心里面反而第一个是有一种歉意的感觉，然后第二种就是会觉得对于你有点敬佩，然后第三个是他会觉得自己可能会有点承担不起，然后第四个他会觉得会去质疑他自己说，他自己到底是不是值得去拥有你这样的付出的这一切。然后第五的话，洋洋会认为有可能他会觉得你现在心里面可能会有点不平衡，那这不平衡的话，就代表说他会认为你曾经在关系里面你们付出了这么多，结果最后面两人之间的结局，或者说两人之间目前现在相处的状况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他反而会觉得自己并没有到那么的去能够
有那个勇气，或者是说觉得自己有那个资格去接受你的好。所以有时候他真的想起到你们曾经的这些种种的一切的时候，有人会认为他对于你的那种愧疚的感觉应该还蛮高的，但是他心里面又很期待，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他是蛮想跟你们恢复联络的，因为你们身上是有他所想要的那种熟悉的感觉，或者说你们曾经所做出的这些的一切，其实应该说真的有做到他的心坎里，那也是蛮恭喜你们说，真的是也很努力的想要去维系，或者是说去维持好两之间的这段关系当中所相处的这些的一切。那这些其实感情的状况，其实在久了之后，也并不代表说一定会对方会喜欢你们。就刚以前开始前面所提到的，这段关系其实反而后面会有点像是说另外一个程度上的升华。对，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讲的话，并不是你们真正所想要的，但是要看啦，每个人在对说谈感情的这个部分的后面的收尾，每个人所要的有点不太一样。那也可以算说你人生之中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生的阅历，或者说人生中的一个经历的过程。好，然后在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权杖七，那权杖七的话呢，就代表着说，其实在他的内心里面，原本你们这段关系，他当初其实会有点抗拒的心态，或者说其实他当初本来并没有到那么的想要愿意去接受你这个人，或者说接受你对于他的好，或者是说其他本来心里面是比较有压力的去面对于你们，但是也或许是因为你们不断的用各种方式啊，或者是说温水煮青蛙啊，或者说你们可能也是找各种方法，就是为了去突破他的心房跟心口。那也恭喜你们后面也算是真的有突破了，只是他当初想到的时候，他当下会觉得你的很多付出是有点过头了，或第一个是过头啦，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会觉得自己会去质疑说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有可能他在看待于你的这些的付出，其实在他的内心里面是比较不太敢完全的去接受你们，或者是说他也不太敢完全的能够去相信你们这些的所作所为到底是能够坚持到多久。那刚好这边两张都是七，所以呢，就代表说，其实当初对方他本身在对于说看待于你的这些的付出的一切的话，他会觉得你应该就是过往云烟，或者是说他会认为你应该是蛮快就放弃的人，又或者是他会觉得你应该本身在对说这些付出，只要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回应，或者说得不到你所想要的，那么你应该就会很快就收回来了。但是其实完全没有想到说，意外的，他会觉得你们俩之间还蛮有缘分，然后他也意外的没想到说，其实他对于你会有慢慢的产生出一种依赖的感觉，或者说会慢慢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情感，或者说开始慢慢的会产生出一种开始会去期待，会不自觉的去想，开始去猜测你今天会怎么做。那反而是很好玩，就是说，因为在人心的部分，当如果说对于说一件事情想久了，就会一直不断去习惯。那也刚好是因为你们的性格啦，有人会觉得说，就有点像是互补的状态。当你做的越多，然后对方开始他反而没有，后面开始会去期待之后，反而他有点中毒了，就是有点算是说被你牵着鼻子走了，就是很意外这个状况之下，所以开始逐渐的，因为他开始跟你有更多的那种连结，或者说开始会不断去想到你，然后开始不断的会一直好奇你会怎么做，所以逐渐的他反而对于你产生出一种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放下这段关系，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呃，就真的不要你这个人。那我们当然不管说你们后来的状况，或者说你们后来的情感上面的联系情形，到底经历过多少波折？那本身看起来，其实这个人他在面对于说你这个人的各种付出的时候，其实他从这样的一个转变，他反而变得是更加依赖你们，然后更加的会想要去多了解你们这个人。那他其实久了之后也会认为自己也不太能够因为你的这些付出，然后就感动到他，
感动到他呢，就让他愿意去接受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让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是有更多一个进展的机会。其实这个比较像是一个每个人要的感情不一样，有人要的感情是一眼就看见，然后就决定就是那一个人，但是偏偏他在对于你的状况来说的话，比较像是一种，逐渐的，因为你的付出，他反而开始能够去接受于你，所以他要的是一个过程，你的付出的这个过程，而不是你的这个人，这是一个蛮让人觉得很伤心的事情。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在对说你的付出，他的想到是什么。那如果说这时候是在讲第一眼的感觉的话，那其实就会觉得人会认为对方喜欢的几率非常的高。但是如果说当我们是以题目这样的出现的牌卡的话，人会认为其实更加的是一种习惯性的出现，或者是说一种习惯性的感觉跟感受，就是那种爱的成分真的是偏的比较少。好，那我们都讲到这边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来给第一组会员的你们好了，就是会员讯息的话，我们就来看看说对方他在看到你的第一眼，他的感觉是什么？对，这是给予我们会员专属的讯息，看到你的第一眼是什么感觉？好，如果说是很熟悉啊，或者是说，会有一些其他的感受的话，那可能就不错，因为这时候就可能会去考量到对方的星座是什么，那这时候答案就会有一些的缘分会有存在里面。好，这是在关于你们第一趴的部分。好，我们讲有点多哈。好，没关系，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关于第二趴，就是对方他想到于你的付出的话，他的想法是什么？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关系已经这么如此的僵硬，或者说比较没有联络状况之下，那他想到你的付出，他是怎么想的呢？好，然后这边好像所抽到的是钱币四。好，那这边钱币四呢，杨会认为说，很有可能，其实当对方现在想到你们的这段关系，你的各种付出，他会认为其实当初他确实是有期待于你的行为，或者是说他认为其实当初他确实是真的还蛮好奇你们究竟是如何想着这段关系，或者是说是如何想着想要让这段关系有一个更多进展的可能性。那他的这些想法，他确实有逐一的去清点，然后他都心里面有给你打个分数，是有做个底。但是其实也是因为你们所做这些一切，有算作他的内心当中，但是却没有能够去推动他的情感的那一面。所以反而他会逐渐认为说，他当初在看待于你们这些付出的种种一切，更多是来自于说他已经习惯了你们的存在，或者说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模式，或者说他已经习惯了去以这样的生活方式继续的走下去，或者说去面对于你们。其实他更加会认为，也是因为你们俩之间的相处模式是已经有存在着一种彼此之间的熟悉感，或者说彼此之间的互动上面是已经有了比较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对待于说，情感的部分，就是像有的人的话是属于那种当朋友当久了，其实反而当恋人、当另外一半就会有一种很怪的感觉。对，这个我就要去回想，讲到前面刚提到给会员讯，就是对方到底第一眼看到你的感觉是什么？但很明显，就是无论说第一眼看到的感觉是如何，可是在随着逐渐的相处下去之后，其实对方渐渐对于这段关系，他反而想法上面会比较封闭一点。这封闭的原因，也可能第一个是来自于说，当时外在环境的因素有点多，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们可能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点相遇了彼此，然后去经营这段关系。然后第三个就有可能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状态的话，比较有点像是制式化的相处。然后第四个就有可能两之间的相遇的过程，或者说，应该说相遇的那个当下，并不是他喜欢的，或者说也不是他想要愿意去接受。然后第五个就是有可能那个相遇的当下，他是比较排斥于你这个人的。那在这段关系当中，就是有可能在过往的相处里面，比较像这种各做各的生活。那当然，如果说
有其中一个人刻意的去经营这段关系，或者说其中有一个人想要去特别推动这段关系的话，难免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格格不入。所以他的想法比较多是来自一种当初他会认为两之间的界限要稍微有点清楚一点。但我们先不管说后面是如何，那两个人之间原本是平行线，后面突然变成是一个交叉线，或者说是一个垂直线，有那个交界点的时候，那他也会认为这个可能只是一时之间两之间所产生的缘分。那等到时间到了，或者说时间久了，或者是说缘分不够了，那两之间会再一次的变回是平行线。对，然后就是以这种平行跟垂直线来去做个比喻。那其实也可以知道说，这个人他本身在想到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时候，他算是有点一开始没有想那么多啦，后面开始变得比较严谨一点，比较没有办法让自己去轻易的面对于你这个。可是他当初其实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有想要试试看。可是他发现到说，当他试试看，或者说试着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点浑身不对劲，或者说他其实自己也蛮害怕会失去自我。所以看得起这个人，他会很担心自己会有失去自我的可能的这个状况，他心里面是蛮排斥失去自我的意识啊、想法啊，对。可是杨会认为，可能就只是单纯爱的感觉不够多，所以他才会容易想的这么多，就是不够冲动。好，然后在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星星牌的部分。好，那当抽到星星牌的话呢，其实就代表说，在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当中，或者说我们俩之间的这个付出里面，他就刚前面提到的，他确实有时候会去期待你们会做什么，然后你们会做出到多么感动他的事情。不过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人或许他的想法上面就是属于比较现实层面的，没有不能说理智，要说比较现实，或者说比较务实，所以他认为当下感动，但并不代表你会永远都做出一样的事情，或者说并不代表你的动作会一直持之以恒，会永远都保持这种新鲜的感觉。如果说当这种你的付出跟你的状态都永远都这么做，或者说你的一直都始终如一的话，那他会认为或许还可以相信你，可是他反而会看到说，在这关系里面曾经付出，你们有点变化太多，然后变动太多，然后你们或许也是蛮多的方式，不同的方法去推动这段关系，所以他久了之后，他反而会有点不太想要去猜，因为他觉得其实去猜是一件真的还蛮累的事情，或者是说他会认为自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相信一个比较未知数，或者是说有点过度美好、过度包装的事。其实星星牌蛮好，就是它本身代表着是一种比较正向的，或者说是比较美好的一切。可是因为星星是如此遥不可及，所以如果说当两个人之间的心与心的连接是不够深的话，那你无论在包装的多美好，或者说你无论做再多，给予对方更多的贴近的想法的时候，其实反而是真的比较没有办法让他去相信你。因为像你看这边的星星牌蛮特别，就是它后面也有水，水跟土地连接在一起。好，然后前面是水跟湖、海连接在一起，所以就表示说，其实在他的内心之中，他所更加看到想要是一种你的这个美好，你的这个包装是能够应用到现实当中，是能够给予他有一种保障，或者是说两之间的那种亲密度是能够有一种更深刻的连接。是有一种带来现实生活中更务实的这个状况，可是很可惜，就是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切，你也失去了唯一的机会。因为看起来他当初应该是有一小段的时间有给你一个机会，但是刚好那个一小段的时间，有人是没有做到，有人是没有意会到，有人是不确定，就刚好可能是这三个其中一个，然后就让这段关系对方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相信，或者是说去面对，或者是说去接受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当一个时间点错过的时候，所以后面就很难再去推动，或者是说比较不容易能够去把握住好这段关系的这个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看起来啦，对方曾经是有想要尝试着喜欢你们，但是就是没有把握到对。
好，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恋人牌，所以刚才我们提到，其实原本对方是真的想给你们机会，然后他也觉得其实两之间是蛮深的缘分，是也蛮聊得来，然后也把你有想象过说要把它纳入在一个条件当中，但是就是刚前面提到的，你们可能错过那个机会，或者说现实中的考量，或者是说他会认为这一切有点太快。或者是说你所做这一切是有办法持之以恒，所以会让他开始就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接受，或者说去相信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是能够有一个可能性。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有可能在当时的他或许啦是有其他考虑的对象，那个对象可能是更能够让他感受到有一种实在的感觉，实实在在的那种状态的感觉的人，所以那他就会倾向于说是想更加选择是那样的一个人。那当出现星星牌跟恋人牌的时候，就代表着其实当时你们所付出的那个同时，对方他其实也还蛮想谈感情的，可是他的外表的包装下就是一个像钱币四一样，我不想谈感情，然后我不太愿意相信爱情，或者是说我觉得我现在人生当中，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家庭，应该说应该说他的父母，或者说他的生活品质才是最重要，他的人生目标才最重要。他当时是很渴望的，内心里面是想要的，但是你们没有办法勾起他的那种对于情感中的欲望。他知道他想要，但是他却不敢接受。那刚好碰到你们又没有办法勾起，所以他给予你们那么一点点的机会的时候，你们刚好又没办法把握，那可能就更加认为说，可能他真的不太适合谈感情，或者说他也觉得自己或许在感情这部分是比较无缘的。好，那杨会认为说，其实本身看起来这组的你们呢，就是已经错过这个缘分，那是也可以表示说，两之间真的还蛮有缘分，因为对方曾经确实是有考虑过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好，那我们去往下看对方有没有还有什么更多讯息可以给你们的呢？好，那这里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十。好，那钱币十呢，我们看我们从原本的圣杯十吧，就是从原本的圣杯十，然后我们后面变成的是钱币四，又走到钱币十，所以代表说，当遇到钱币十的时候，这段关系当中，本身在情感的部分开始就变得很少，更多的是来自一种习惯，或者说是来一种他很想要你能够在他的生活中是一个陪伴的角色。好，那当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就其实是很难可以让一段关系是走到一个比较有感情的那个状态。那也可以，如果说你们刚刚俩之间都是在适婚年龄的话，那杨会觉得其实这个几率会蛮高的。可是如果说错过适婚年龄，比如说你们已经到了50、60岁，然后或者是有人还在20几岁，20出，或者说20出以下的，对，因为适婚年龄现在会比较建议说，通常是在27到30几岁之间，好30出之间。那只要过这段期间之后，其实那种感觉就会觉得，我都已经到这样年纪，或者说我还没到那年纪，我干嘛要这么快的做决定？所以反而渐渐的，他在对于想到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时候，反而就没有想要再更进一步了，就是想要就维持在现况就好，就是两之间不一定要有更深刻的承诺。那如果说你们是在适婚年龄的时候，那就表示说，其实对方会有真的认真考虑过，要跟你们走得更近，或者说让你们俩之间的关系要更加的贴近彼此。对，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杨会更加认为，其实对方后面把你们当成是朋友的原因，或者是说把你们当成是一种可以聊得来的人，或者是说会更加的去依赖你们的主要的状况，也是在于本身这段感情其实它是已经有点变质了，然后有点太过于熟悉，或者是说有点太过于缺乏所谓激情的感觉。可是现在目前看起来，其实对方本身在想到你的付出的时候，他心里面依然还是心系着你们。好，那刚好这边的话呢，洋洋就给同性、异性，就是跟双性或者是说同性的人，你们专属的讯息的话，我们就给你们看看说，对方他曾经喜欢过你们吗？
应该说对方现在，好吧，我们讲现在喜欢你们吗？我们不管你们现在有没有联络，因为反正这次题目是断联嘛，然后来看说对方现在还有没有喜欢着你们，因为杨会认为啦，如果说同性或是说你们俩是同样性别的人的话，其实很高级就是杨会觉得他现在想让你们付出的时候，那个特别情感是存在的，但是这特别情感我们可能要再看一下，对，所以我们就给予你们延伸的讯息的内容。好，我们来继续往下看，看起来其实对方无论说你们现在是属于哪种性向、哪种性别，那对方本身在想到这段关系的时候，他还是会想要再继续，会觉得蛮感谢你们，然后对于你们其实心里面还是存在着一个特别的情感没办法那么轻易的有结束的这个情况。好，那在我们所抽到的是宝剑五，那宝剑五就代表说，其实他有时候会蛮担心，他会让你有一种错觉，就是他是贪图你的这一切。贪图你对他的好，贪图你的付出，然后就是贪图你的钱财，贪图你的事业，贪图你的声望，贪图你的朋友，贪图你的人脉，所以他心里面其实经常会有一种自我的打架。杨会觉得其实这边的宝剑，我看起来是一个他内心里面的打架状态，因为他打架的原因就在于说他不知道该如何去跟你们沟通。跟你们讲，分享他心里面的感受跟感觉，或者说他也不晓得应该怎么讲才会比较婉转，能够让你们能够去接受他在对于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里面，他所真正所想要的那个的部分。就是两人之间是想要先暂时保持一个适当的状态就好，不要那么快的往下走。其实他在对于说接受你这件事情，他非常的挣扎，非常的犹豫，他也很认真的想过，但在随着时间久之后，他反而会觉得有点不太想要去面对了，反而会有一种像是让他自己从一种冲突的状态给抽离出来。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国王。好，那钱币国王呢，就你看这边都出现很多的钱币耶。好，那就基本上呢，就代表说，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你的曾经的付出这段关系里面，他所想要就是希望让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是能够走得很长远、很长久，而且是以一种不会因为情感因素而切断、切割，或者是说不要因为一定要谈感情，然后就失去了你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人。所以呢，表示说本身这个人他后面对你的感觉已经转换变成是一种朋友，或者是说挚友、闺蜜、好兄弟。那特别的爱情的话，是越来越薄弱，越来越淡。那可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嘛，如果说我们是指对方跟你是同性别的人的话，其实杨会认为给予这边的解释会是另外一种，就是对方对你的感觉可能会更加偏向是一种产生出了一种特别的情感，但这片特别的情感，杨会认为要透过占卜才能看到，这边就不太能够说。但是如果说是以同性别，对方对于你的话，其实会产生出一种很强烈的依着的感觉、依恋的感觉，会想跟你有一种更进一步的想法，他反而会有点更舍不得你。所以如果说是同性别的人的话，很高的几率是对方一定会再回来。那如果说是不同性别，是属于彼此是异性的话，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再看看，但是几率也是蛮高的。可是要看说彼此之间当时的生活空间、生活背景，或者是说彼此的工作状况，或者说彼此之间的感情的状况，才会去影响到后面他要不要主动来找你们的这个部分。但是不得不说，看起来缘分还没断，对，缘分还没断，但是可能不是你们要的这种的缘分。的话呢，就是以上给予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的话，请记得去看你们会员专属的影片哟。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来看到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们在这段关系之中，你们学会了什么样的道理，或者是说你们领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的道理。
好，这边话杨所为大家抽到的第一张是圣杯八。那圣杯八的话，代表说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你们开始懂得学会去朝着自己认为最值得，或者是说是会回馈给你的人，或者是也就是说，你们会希望自己在一段感情里面，你们的对象是能够跟你们有双向奔赴的。也就是说，当你为这人做的任何的付出，对方也是会愿意回报给你。或者是说，在一段关系之中，你会觉得两人之间的对待是必须要相对于是平等的。那看得出来说，你们原本在旧的这段关系里面，你们真的坚持了非常的久，然后你们一直不断地去放下你们个人的底线，那你们也一直不断的为了这个人做很多你们自己其实一直以来都不太愿意去做的事情。那你们或许因为在过往的这段关系中，你们不断的去符合对方的需求，那对方也可能掌握到了一些你的弱点，或者说你的情绪，又或者是说他知道怎么跟你相处，所以怎么会对你去做一个情绪上的勒索。所以本身在以你的角度来说，就会认为在这段关系之中，你不断的付出，不断为这个人去改变你自己，可是到最后一切都是一场空。甚至有的人或许在原本关系里面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或者是你会觉得有点好像是说背叛了其他的人的感觉。就是说你其实为这个人，你有做出一些让你觉得就是违背你心里面的一些的标准，所以你自己现在在对说曾经的这段关系之中，其实你非常的渴望想要走出来。那走出来的过程里面，其实你心里面会有很多让你感受到很对不起这个世界，或者是说你会觉得很对不起身边的那些信任你的人，或者是如果说你是第三者的话，你会觉得其实有点对不起他的另外一半。就算你是在不知道情况之下，你也会觉得很抱歉。那如果说知道的人，你的罪恶感会更重。所以对于洋洋来说，看到这张牌的话，会倾向于，其实当你决定要离开这段关系，其实也算你中间当然过程会有挣扎的时候，或者说你会有犹疑彷徨的时候。那或许是因为真的断联了，或者说可能真的你也觉得应该要做出一个决定，就是不能再继续的沉沦。那你就开始很努力的忏悔，你就希望说自己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面，或者说自己在未来的伴侣之中，你希望自己能够变得不一样。你希望让自己可以，更加的清醒，然后不要再犯下跟以往相同过往的错，然后你们也会希望说自己之后还是会有被上天眷恋或者是疼惜，他们愿意把一个新的对象带到你们的身边。所以现在你的话看起来有点算是说很努力的再去忏悔自己本身在对于过往自己所做的任何的一切的事情，或者是说你们也希望自己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面可以变得更加的不一样。那对于说这个人的话，有人会认为你们心里面有感情是一定有感情的，但是你们也非常明确知道说已经不能回去，而且你也不想再回去曾经过往的那一段让你觉得很荒唐的一个岁月。好，接下来为大家抽第二张牌。好，那这边的话，第二张牌我们所抽到的是，这边的话应该算是死神。好，然后这边想到另外一个字。好，那死神的部分，像我们这边抽到这张牌，其实代表说你自己本身在，你会希望说自己接下来人生道路上面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或者是说自己的曾经所经历的这一切，你希望可以，你会愿意啦，应该说你会愿意分享给那些跟你一样是曾经对于感情很彷徨，或者是说你会愿意分享很多，你会愿意去帮助那些让你也觉得他们需要被帮助的人。其实也可以看起来说，这一组的你们可能真的因为有的人是因为忏悔，所以希望说可以帮助其他的人，就是你的爱心会更加的大爆发。好，那有的人的话是会有突然之间会有一种使命的感觉，其实就会讲的所谓的情节，就是可能你们度过了一个很重大的情节，那你的人生的层次来到更高了。所以呢，其实看起来说，选到这种你们，不管说你们是属于哪一种的状况，
那你们在对于说自己本身要去处理这段关系，或者是说去改变这段关系，改变你自己，或者是为了这个世界想要回馈给其他的人，那你们很努力地想要去忏悔，很努力的想要为这个世界好，很努力的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耀眼，会因为有你这个小小螺丝，你希望说能够去帮助跟你一样的需要的人，然后再就是你们也很愿意去分享你们自己本身所遭遇经历的一切，会希望说让自己的各种的努力是能够呃帮助这个世界。对，好，那这边的话呢，其实雅会认为说这组的你们有点算是跳脱了原本的状态，因为你们虽然心里面很想要谈感情，或者说你们其实也很想遇到一个新的对象，但你们更加知道说现在你们有一些人生使命等着你们去做，等着你们去完成，然后等着你们去帮助更多让你觉得需要被帮助的人，所以你们也可以算是因为离开这个人之后，你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的模式，或者是说你们也算是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改变了自己在看待与或者说面对说这个世界的很多的态度跟方式。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侍者。好，那宝剑侍者的话，就代表说，其实在对于你们来讲，现在生活模式可能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的，或者是说你现在生活中所做的一些决定跟方法、方式，或者说那个方向，其实算是说，你们曾经在过往的这段关系里面，你们一定有经历到什么，然后让你们觉得，其实当自己走出来清醒了之后，那你觉得你既一定要去帮助那些跟你可能很类似的人，那有一部分人就是有可能你们已经经过那一段情节之后，你们的灵魂醒悟了，你的灵魂层次来到更高了，所以你就好像突然有一天醒来了，或者说有一天你突然在街上走了，或者说有一天你看到跟你一样很痛苦的人们，好，那你们就突然脑袋呢萌生出一些想法，嘿，那你想要回馈给这世界，然后你可能想要去成立一个什么机构啊，或者说你可能想开始写一些部落格文章，或者说你开始转职，想要当比如说老师啊、医护人员，就是那种类似是要去服务社会、服务这个世界的一个职位或者说一个角色的人。因为你们会希望说，透过自己的转换，那你可以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智慧，或者说另外一项的技能，或者是另外一个是能够去引导他人找到自我、找到自己世界的一个态度。那有一部分的话，表示说你们可能转换了你的生活圈，或者是你们可能也遇到了让你们觉得是很好的伙伴。所以呢，表示对于你们自己来说，本身在关系你对，本身对于你来讲的话，会希望是能够改变你们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说能够改变你自己一直来的思维。那你现在也非常享受在目前的生活状态，或者你们现在也非常享受自己在这一段关系里面，自己本身杨子讲说这段关系，好，那也可以说是这段关系里面所带给你的任何的课题。那你们会希望说，透过这样的课题，让自己是可以用一个新的角度、新的方式来去审视自己，然后改变自己，以及帮助身边的人。那你们之后的生活、感情的模式，你们会有点希望说可以找不太一样的人，或者应该说不太一样的生活的模式，或者是说，你们知道自己可能在个性上面有哪些的弱点，会有哪一些容易被他人给看穿，或者说自己在哪些地方是比较脆弱，不容易被他人给攻陷。那你们反而会希望说自己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是能够变得更加的理智，或者是说让自己不会再那么轻易的受到他人的情绪上面的影响。你们会希望说，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面是能够找到自己的人生中的方向之外呢，是能够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一个主宰权，然后让自己不要再那么轻易的投入到一贯不属于你们的关系之中。好，那这边的话呢，就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资讯。那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喽。我们来看到选到
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去往下看，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想到你们的付出，他是如何看待，又或者是怎么想的呢？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第一张牌，黄真所抽到的是钱币侍者。那么似乎看来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呢，洋洋会认为，其实他这个人，洋洋会比较解释成于说，过程里面，或是你们俩之间相处的这个状态，这个曾经的这个过程当中，这边的话，这个人本身在对待于你们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这一段的感受，或者是说去认定于这段关系的样貌状态的话，他其实会更加的偏向于说是一种在朋友的角色，或者是说是一种比较要好朋友的这个状态，就是比较没有偏向于说是在感情的这个部分。好，那这样的话可能就要分两个面向来讲。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你曾经有和对方告白过，你有明确的让对方知道你喜欢他。第二个部分就是你并没有明确让对方知道你喜欢他，然后就要分这两个部分来为大家做解释。那如果说是你有明确的让对方知道你是喜欢他的话，那就表示其实对方他现在想到你们曾经这段付出的时候，他觉得对于你其实是有一种亏欠，或者是说他对于想到你的这些付出的话，他会觉得自己没办法去回应你的这段感情，因为他会拒绝你，或者说你们俩之间就是没有在一起，或者是说就是没有给你一个答案。对，那这样的话就会变成说，他觉得他要接受你的好，或者说接受你的付出，他会认为这样自己其实他这样行为是有点不可取啊，就是他没有完全的，他拒绝了你的告白，然后没有给你答案，然后但是他接受你的好的话，那他其实会觉得自己其实他的出发点只是在于说，他希望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是和谐的，是好的，因为他比较没办法去放下你这个人，也可以是因为他本身在想到你的时候，他会觉得其实充满着力量，或者是说他会希望说关系是能够朝着一个朋友的方向去发展。因为呢，对他角度来说，他会其实有点舍不得你们这个人。那这样的讲法就代表着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确实有一个蛮重要程度的存在，或者是说对他来说，这段关系他会认为，其实只要相处久了之后，你应该就会从喜欢转换成是朋友，那一样这段关系是能够去往下走。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反后面对于你的态度，你会发现到你们当初告白之后，或者说做得很明显之后，或是说很明确让对方知道你喜欢他这些举动之后，他的这些冷淡的态度，其实就是在于说，他一开始在考虑，然后后面开始变得冷淡，就在于他在想办法让你把他当成朋友。但是当你们冷掉之后，他觉得好像差不多，你应该能够接受，他会很热络，他觉得你应该接受。然后如果你们又继续做那些对他好事情，就是那种反反复复的状态的话，其实他会也是用反反复复的方式去面对你们，去对待于你们。所以当时的你应该会被他搞得有点忽冷忽热啊，或者是说心里七上八下，你会觉得心里面蛮不好受的。好，那如果说是你们曾经没有让明确对方知道你们是喜欢他，你们没有告白过，也没有做过什么很明确的事情，他非常的就是说他不能够很明确知道你们的心意的人的话，那代表着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以他角度来说，其实当他会觉得你只是把他当成好朋友而已，然后只是希望说两个人之间这段关系是能够往个好的方向去走。所以当那个时候你的态度会有一点比较伤心难过的时候，他想安慰你；然后你当初可能心里面很不好受的时候，他也会想要去安慰你。那其实安慰你、对你好的这些的原因，只是来自于说他是舍不得你这个朋友，他希望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是能够友好的。那他自己也只是把你当成是一个非常好的玩伴，或者是说会希望呢，关系是能够走得长远长久的一段的友谊的关系。那他现在对于想到你曾经那一段的状况，或者说你们这些付出的话，他其实现在心里面会对于你们是有蛮多想念的。那就是看起来这个人他就算跟你断联了之后，或者说我们俩之间没有做任何的
联络之后，其实也很明显，就是对方他心里面依然还是把你当成是一个蛮不错的朋友，不能说很重要，而是蛮不错。蛮不错的原因就是在于说，他本身在看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缘分、这段关系的话，因为没有感情。应该说他不知道你对他有感情，所以他都只把你列为在一个朋友的一个角度。那无论说你们最后面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断联，好的方式、不好的方式，还是说有故意消失不见之类的，极端来讲，他只会觉得有点摸不着头绪。那摸不着头绪，他心里面还是会蛮希望说这段关系是能够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走。那如果说你们真的也不愿意的话，其实他也不会去归咎至于说你们为什么不理他。一开始他可能会这么想，但是当随着时间久之后，其实他也不太想再想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说你们有一天真的愿意回去找他的话，那他其实会蛮愿意，也是蛮乐意继续跟你们有互动的，因为他本身在想到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是会有满满的能量的感觉。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这边所为大家抽到的是宝剑牌哈。好，那这边的话，这张宝剑牌呢，就代表着，其实在对方心里面的话，他心中还是蛮渴望跟想要知道说你们现在个人的状况，然后他心里面还是蛮期待，如果说有机会的话，还是想跟你们恢复联络，跟你们恢复联系。然后再就是因为曾经跟你们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付出或者说你们所做的任何种种一切，让他反而对于像你这类型的人，或者是说那个时期的他的各种感受跟想法，都是偏向于比较好的想法。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俩之间现在真的是已经不同生活圈了，可是他还是蛮常会去想起你们曾经的相处时光，然后那个时候的他，就会当他想起那时候的他的那个样子，就会一定会想到你。那他想到你的时候，他心里面对于你是有满满的感激、满满的感谢，还有很特别的回忆，以及很特别的感觉。这特别回忆跟感觉的话，大多是来自于内心之中想到这段关系是呃友谊吧，然后是改变了他在对于说人生当中一些很重的想法。那也会觉得啦，看起来其实这个并没有明确让你知道说你到底改变了他哪些的想法。例如说，如果说你们是属于喜欢同性的人，那可能就因为遇到了你之后，他反而对同性之爱是抱持着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这开放，比如说是有更多的关爱、关怀，或者说会原本很排斥同性，然后会因为遇到了你之后，他反而会愿意去接受、多了解同志的朋友们的想法。那愿不愿意接受恋情，这是另外一回事。那目前牌面中是还看不太出来这相关讯息。那如果说是异性恋中的人的话，就代表说，可能他本来对说某些个性上的女生，她本来是比较感冒的、不舒服的，本来是比较不愿意接受，或者说他可能也不知道跟那种的女生相处的方式。但在遇到了你之后，他反而会知道，哎，好像其实像你这类型的女生，也没有像他想象中的那么的不好相处，或者说也没有像他想象中的那么的不熟悉，就是你们这个人的出现，其实改变了他原本在生活中，他在那些的固定的思想思维，所以算是你们成为他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灵魂的导师。这是洋洋在对说抽到这张牌的一个理解。所以其实这个人他现在啦，看起来算是还蛮常会去想起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关系的。好，然后在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王牌，所以就更加验证刚刚讲前面所对于另外一张那个宝剑牌的解释。好，那当出现这张宝剑牌，其实就代表着说，在对于曾经你们俩之间这一段已经结束，或者是说，你们俩之间现在这个关系的这个状态的话，其实当他想到你们曾经的这些付出的种种，其实让他会更加认为说他。有可能是因为原本刚开始他认识你，或者说刚开始他去接触到你这个人的时候，他本来对于你们后面的这个认知跟想法，认为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个性，或者说你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相处模式，就是有点算是说，跳脱原本。或者说改变他原本所对于你们的这一些的观念跟想法。假设他原本觉得你们这个人在还没相处之前，哎，你们好像其实是一个很机车的人，或者说你们原本可能是不好相处，或者你们原本有一些的咩咩嘎嘎，他觉得你们应该很难跟你们互动。结果反而在跟你相处之后，发现哎，你这个人超好，然后觉得你这个人超好笑，觉得你这个人超有趣、超幽默，然后觉得你这个人其实
根本就不像他心里想的那么的小肚鸡肠，其实这个人非常的落落大方哈。那只是针对说某些部分，你是属于比较有自己的风格，或者说比较有自己的个性等等之类的。所以当我们抽到这张宝剑牌的话，就代表说，这个人他表面上所对于你的态度，其实他是会随着跟你认识越深越久，他反而是慢慢的越来越去改变他自己所看待于你的方式。所以可以算是说，他认识了你之后，跟你变熟之后，有点算是跌破他原本所对于你这个人的想法的眼镜，就是说这些的观感。那也因为有你的出现，或者说有你这样的人去改变了他，所以导致于说让他应该说转变了，他的转变变成是他现在这个人生中的状态的话，是会用一种更加开阔思想的思维去看待。那当出现这3张牌的时候，杨会更加认为，其实这个人他现在蛮常会去想到你们。如果说你们曾经有送他东西，或者说你们曾经可能真的有为他做了什么类似的事情，只要当有那样类似的东西出现，他脑海里面就会浮现你们这个人。可是他脑海中浮现的话，就只是带着一种感谢、感激跟人生特别经历的这个想法。那特别在对于说感情这部分，杨就必须要很诚实的说，是真的没有，因为我们这边都没有出现的是圣杯牌，我们这边出现的都是宝剑牌跟一张的钱币牌。好，所以这边看起来其实这个风元素非常的强。那代表说，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曾经所付出的他对于你所付出的这件事情，或者说我们所付出的这些种种，以他的角度来说，是去改变他人生很多的思维的地方，或者说改变了他人生在对说灵魂这件事情上面是很大一个转变。所以也可以知道说，其实在你们俩之间断联之后的过一阵子，他这个人应该是有非常明显的个性上的转变，或者是说生活上态度，还有思维以及生活的方式。对，这个方式比较像是一种个人的生活中的步调。对，生活中的步调会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因为风元素真的还蛮强的。所以代表说，其实这个人他在遇到了你之后，他的内心中的状态成为一个你们是成他内心里面最大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导师跟指引者。杨会认为啦，其实他的心里面多少会对你们有种尊敬的感觉，有点意外，对不对？我们这次明明是来问说，他想到你们的付出会是怎么样？结果反而其实这个人他更多的体悟是来自于说你们相处的那个过程。那你们对于他的好，其实他会认为说你们可能是真的想要帮助他，然后你们是打从心里的把他当成是一个很要好的人。那他自己也是非常珍惜你们俩之间曾经的这一段的回忆，跟曾经的这一段的感情，这一段的关系。好，然后会认为说，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很特别，就是两个人之间的灵魂，其实杨会觉得啦是蛮接近的。那有非常高的几率，就是其实选到这组的你们，不知道说是不是双生火焰的几率非常的高。对，如果说是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然后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你们也是双生火焰的这种状况哈。好，那来为大家看一下第2张。第2张的话，这边我们所抽到的是节制。好，那其实蛮明显的，就看说你们本身在这个人心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是一个让他很难以去忘记、很难以去抹灭的。那这个人他本身在对于想到你们曾经这段关系中的付出的话，有人会觉得可能要回去看一下说当初你们的付出是指哪一个部分？因为其实当我们抽到节制牌的话，其实就等同于说他的内心里面中想到你们的付出，会更加是一种你们做了很多让他觉得是非常贴心的事情，是非常贴近他心里面最深处所想要拥有的那一切，又或者是说，他会比较在意，或者说会比较想到是你们曾经的在相处过程里面心对心的那种对谈的那个过程。如果说是物质的话，除非就是你们送的是他真的非常需要的东西，是他极度需要的，但是他可能又舍不得买，或者说他可能忘记买了，或者是说他可能预估要什么时候买的，结果你们先比他还要送，比他买之前你们还要送给他。所以呢，其实对他来讲，他会认为其实你们常常是属于一种雪中送炭，或者是说是及时救火，又或者是说你们是能够
精准的抓到、了解到他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有人会认为，其实这个人他在看待于你们的付出比较多，是在于你们所做比较细微的，那个叫心细的那个部分。对，不是细心，是心细。就是说，你们会看到很多细微的角度，然后你们会不管他人的想法，可能你们身边朋友都会跟你们讲说，应该要怎么做才比较好，才比较容易明显看得出来。又或者说，他身边朋友跟他讲说，可能是他自己也想太多，又或者是可能他并没有去真的了解到你们背后的用意。所以呢，以他角度来讲，现在他经常会去回想你们曾经相处的那些的点点滴滴，那些的过往相处的各种细节，他就会发现到说，其实你们心非常的细，你们为了他做了非常的多，然后在当时他可能他并没有发现到，或者说其实当时他并没有能够完全去意识到，去精准的，或者说没办法明确到说你们这些做的事情的背后的用意。那现在随着时间久了之后，其实他反而是更加的明白的知道说，其实你们当初到底是做了多少，或者说你们当时到底付出了多少的用心，才会让他能够感受到这一切。所以杨会认为说，其实在对于你们俩之间断联了之后，他反而有更多的时间，或者说他花更多的心力去思考关于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因为在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来看的话，其实或许在这段关系当中，很需要的是让这段关系是能够彼此之间都一起成长，或者说彼此之间在一起去探索心灵最深处的那个部分。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在为大家抽第二张牌，究竟你心中所有那个人想到你们的付出，他是怎么看待的呢？好，这句话抽到第二张是宝剑八。宝剑八的话，在这边是蛮特别的，因为这边就代表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关系，或者说他对于你的付出当中，其实他当初应该是有在猜你们的想法，或者说你们的用意，或者是说，你们本身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中，你们的期待是什么？不过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在对待于感情的部分，也会觉得要看星座啦。对，因为如果说是在以关于星座的部分的话，有的会是，可能星座好像也不太准。好，也不能说星座不准，应该说，要看他这个人本身的成长的背景才对。因为他的成长背景跟他成长经历的话，有可能会去打破原本他在星座里面的一些的状态，或者说一些的想法。好，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其实在关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你们的你的付出对他来讲的话，可能会想到说，在这个缘分当中，或者说你的这个付出当中，其实他第一个会认为说他会不会想太多，或者说他会不会误会你的意思，又或者是说会不会是在你们的这段缘分里面，你的付出当中，嗯、他也怕自己会去再一次地自作多情，所以他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吓到，然后后面他开始才逐渐转换成是说，他好像其实可以尝试的相信看看，或者说慢慢的去接受。所以其实他关于他的当初的各种的表态的话，你应该会有许多让你感觉到是蛮困惑的地方，或者是说会让你觉得比较是不知道说他到底真正在想的是什么。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前面我们提到的，这段关系如果说你曾经有跟他明讲出来你喜欢他这件事情的话，那他在对你说你的付出，他反而会有一点过度的去放大关于你们各种的行为，或者是说他反而会更加谨慎小心看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中，你的各种的用意跟企图心，就是有没有把关系说破，就是在于他当初看待于你们的各种付出的时候，那个纸有没有被捅破，他心里面其实都有去猜，但是只是在对于猜的那个成分的幅度。对，那只是在对说你有明讲话，那他去猜这件事情就会去过度的去看待说你们会怎么想，你们会怎么做，或者是说你们究竟是不是真的很
表里如一啊，或者你们会始终如一在面对处理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你的付出是都会是一样的。好，那因为空口讲呢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所以他自己其实心里面也会去有这方面的担心跟担忧。好，那如果说你们真的没有明讲的话，他就会一直去猜说，哦，你可能就真的是朋友，他会一直把很多朋友的状态，或者说朋友的这些的想法，或者是说朋友的友谊去冠上这些，他就一直不断去催眠他自己。可是其实如果说当他愿意去看待，或者愿意去静下心来的时候，或者说他想要去问清楚的时候，其实应该就是能够有机会啊。所以雅人会觉得说，其实看到这边来看的话，有很高的几率就是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算是一种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彼此，因为才会让两之间这个心意始终都没有办法相通，或者说始终都一直很难的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或者说比较不容易有相处的呃成长或者说升华的这个机会。对，那他的心中的话，其实会比较像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是真的还蛮多。所以他一在跟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他所使用的方式，或者是说他所面对看待的方式，都会尽可能让自己逼他自己啊，他自己会逼他自己说，这只是朋友，那这个是不要，就是他可能比较没有想要进一步。然后再来就是雅人会认为说，其实在这段关系中，你的付出的方式有点太真的像朋友了，比较没，就是以他角度来说，比较像朋友。对，并不是说以你的角度，或者说以我们的角度，是以他的角度，他个人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以他的角度来说，会太像是朋友，那种非常要好的朋友。对，就是两之间可能太熟悉了，或者说可能太相似了，或者说你可能是对待他的方式跟他身边的某些朋友很像，所以他才会有一点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感受到，就是你用的方式并不是他觉得是爱情中想要的那个模式，所以才没办法走到他的内心里面。好，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权杖骑士。好，那权杖骑士呢，就代表着说，其实，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你的这个付出来说，其实杨会认为，他觉得其实只要多跟你相处，或者说多跟你互动，或者是说，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相处的过程里面的话，嗯，很有可能，其实他会认为只要多互动，然后多相处，然后多了解你，然后多让你了解他的话，可能在这段关系就会比较没有太多暧昧的情愫在。但其实，就他的想法会有点特别，就是说他会觉得两之间如果说有互动的这个状况之下，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也是要怎么杨会觉得这个有点难解释。就是说两个之间的互动过程里面，当有出现暧昧的时候，其实他会去催眠他自己说这个不是暧昧，这只是友谊。不论你们做了什么事，除了床上运动之类的事，床上运动他可能就觉得那只是一个炮友而已。对，他就觉得说哦，只是朋友之间一时意乱情迷之类的。他比较不有点，他的状态就是说有一点去刻意的让自己不要往特别的关系去走，那方面去想，都一直把它灌在是朋友的这个状态。那他跟你互动的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他对你有意思，或者说有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其实对于你的态度上面，好像其实你是有机会，是有可能的。可是他就是真的可能在想法上面都是比较偏向于说，是对朋友就是很好。所以他面对你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到说，稍微啦，会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心很细，你有发现，其实他在对待说暧昧中的人，跟对待朋友方式，一定会有一个界限，或者说一定会有一些事情是朋友不能做的。那看你有没有去意识到，如果说当时你有意识到、有发现到的话，那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你的信仰，或者说宇宙他们所给予你的暗示，会希望说你赶快踩刹车，会希望让你明确到。但是如果说当时你就算意识到，可是你可能觉得哦，那你还有机会，或者说你觉得其实那只是一个模糊的界限，然后或者说你可能真的不知道，那你后面要继续做下去的话，其实他也是无感的。那因为他自己本身看待说这段关系，本来就是很喜欢跟你相处，很喜欢跟你互动，但是他就是没有想要去特别
做什么。那看起来其实关于你的任何的付出的话，他现在看起来就是会觉得说，哦，你们两个真的是非常要好朋友，是非常那种心连心的朋友。那是很可惜，就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当中的，嗯，这个互动，或者是说这样子的缘分，以他角度来看的话，比较难以走向爱情的这个部分。杨会觉得有一个很高的可能性，就是嗯，有一部分的人比较少，真的比较少。就是你跟这个人，如果说真的都没有封锁彼此，或者是说你们之间有共同朋友的话，有一部分就是这个人在多年之后一定会回来找你们，但这个是偏少数。对，这个要看星盘吧。对啊，这个要看星盘里面的彼此的星盘才会知道。对，因为大部分来讲啦，这段关系成为非常要好朋友几率非常非常的高，比较不会往感情的这个方向走。好，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所以其实这个人他每次想到你们各种付出的时候，其实他心中就是会有满满的感谢了。然后他心里面真的蛮放不下你这个朋友的，他还蛮常会去想起你们这个人。但是杨不太确定说我们到底现在断联程度是怎么样啊，然后当初断联的状况是如何。可能可以建议你们，如果说你们只是单纯的断联，然后还没有彼此拉黑的话，你们可能可以找养羊或者找信任的老师去帮你们算一下关于你们俩之间关系的一些的指引，或者是说恢复一年之内有没有可能恢复联络，或者说恢复热络，或是说有没有可能复合之类的相关的占卜，这些是蛮重要的。好，然后再我们往下看，所看到的是力量牌。好，那力量牌的话，就你看，有没有看到？其实这个人他就会认为说，两人之间的这个缘分是非常要好的，像朋友般这种没有办法去割舍的。所以其实当他想到你们曾经这些的付出的时候，他心里面对你们真的是会有满满的感激、感恩，还有满满的就是那种亲近的这个感觉。那原本这段关系他也没想过说会这么好，不过也可以知道说，或许在你们两个人相处的过程里面，他逐渐对于你们是要产生更多的依赖的感觉。那他在你们面前一定会有多少展现出一种，他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或者是说他不想让别人看到的那一面，或者是说他没有在别人面前展现出的那一面，就是有一种像是你们是一见如故的感觉。或者说两人之间的相处过程当中，会仿佛好像是两人之间又更加的认识了彼此，或者说两人之间的相处过程里面产生了更多那种暧昧。可是也是因为他对你的方式跟一般的人不太一样，所以你才会觉得两人之间好像很有机会。好，那我们就给会员的人，我们就来看看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目前对方对你，应该说你们在他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好了？你在他的心里是什么位置？因为其实这边都看起来是他曾经对你们有那些想法，那当然现在还是有啦，但杨还是会认为说，可能我们可以再稍微再看更细，或者是说可能可以再看更多，究竟对方他到底是真的如何去想着，把你们到底现在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大概就会能够去推断出说，他要准备付出行动找你们，或者说恢复联络这件事情，他的一个几率有多高？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我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骑士。那钱币骑士他在对于说你们当时的各种付出，他会认为其实两之间都是想要去维系好这段关系，想要维系好这段感情。那看起来，其实，在当时的他真的把你当成是一个非常非常要好的人，或者说非常要好的朋友，或者说非常值得信任的人。他会希望说，这段关系是能够走得更长远、更长久。可是，当以这种方式去想的时候，其实就很明确知道说，真的比较没有偏向于说是在关于爱情那方面的。因为如果说当真的是以爱情那方面来看应该说以断联来看当初爱情那方面的感觉的话，通常都会有一种惋惜、可惜、遗憾，或者是说撕心裂肺的感觉。但是很遗憾，就是这边都没有。这边看来就是他觉得当初那个时候的感觉，像是一种平淡的、
稳稳的，或者是有那种温温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很明显，就是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当中，真的非常缺乏了所谓的火花，或者是说缺乏了很多在关于情感里面所必须要产生出来的那一种爱恨交织的感觉。无论一个人在多么的潇洒，可是当遇到感情的时候，一定会有那一种不想要去放下放弃的感觉。好，然后在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九，那钱币九呢，就代表说，其实在对于当时他就想法上没那么多哈，就是特别想法真的没那么多，他就真的完全是以一个活在他自己的世界当中，或者是说他很享受你们俩之间当时的那一段的时光，所以当时他无论对你们有多好，或者说把你们看得有多重要，那只是因为他在对待于自己所在乎的人、所在意的朋友的那样的一个角度，所以呢，他会认为，如果说你们之间恢复断联了，应该说恢复联系了，没有断联了，那之后他所在看待或说面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方式的话，他一定会想尽各种方式，想要去弥补你、补偿你，或者是说想要对你更好，然后希望这段关系能够之后走得更长远、更长久。所以呢，明显就是看起来这个人他本身在想到这段关系的话，他就真的是单纯的希望说，你们两个人的缘分是能够走得更长远，他是蛮期待两人之间是可以有恢复联络的那一天。目前从牌面上看起来，他所想到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缘分。好，那我们就给在关于同性、异性同性的话，那我们就来看看说，呃，对方他有没有考虑过要跟你在一起？有没有考虑过在一起？就是在你们断联之后了，对，断联后，他还有没有考虑过跟你们在一起？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对，因为我们不确定，因为杨会觉得其实这一组的你们恢复联络几率蛮高。那如果说断联后他有考虑过跟你们在一起，那在恢复联络之后，那你们就会有更高的几率了。所以会希望说这组的你们会有很多的好消息。好，那这话呢，就以上所给予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项目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你们是会员的朋友，请记得去看专属会员的影片，对，会有给予你们更多的一个讯息。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的地方是表示说，你们在对于说曾经的这段关系当中，你们学到了，或者是说你们领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好，那洋洋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第一张牌画这边所抽到的是圣杯六。好，那圣杯六的话，看来似乎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在对于说过往曾经的关系当中，有可能你们和你们的朋友可能原本还不错，那可能因为了这个人有一些的争执、吵架，又或者说你们曾经为了这个人而舍弃很多跟你朋友可以一起相处的机会，又或者是说你为了可以保护这个人，或者是说不希望这个人被任何人给误会，所以尤其在你的朋友的面前，所以呢，你就也很努力的想要去维护好那个人，你心中想的那个人的他的清白啊，或者说他的个人的立场，或者是说别人所对于他的评价。那你为了这个人的话，可能经常和身边的很要好的朋友众叛亲离，或者说可能大吵一架，或者是说，有做出一些让旁人会觉得是比较不妥的事情。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就表示说，你曾经为了这个人而你舍去和你朋友可以一起相处的机会，或者说你舍弃和你朋友可以一起互动的可能性，或者说你为了那个人已经失去的那一个人，你可能付了很多的金钱跟时间，可是你却忽略了你朋友的感受。那在
失去那个人之后，其实你反而会逐渐的意识到，当人的生活中并不是只有爱情这个部分，所以你开始会想要更加倾向于说是把你的友谊给照顾好，或者说你想要花更多时间在你朋友的这个上面。那第三种情况呢，就表示说，在一段关系中，你会认为，嗯、循序渐进，对，循序渐进，就是说一段感情呢是要从刚开始不认识，然后到认识、点头之交，然后再到朋友的关系，朋友关系之后再慢慢的转回是为暧昧的关系，暧昧一阵子之后，你再会考虑看说是不是要交往在一起，而不是直接从朋友就跳到交往，或者说从原本认识而已，然后就直接跳到交往。也就是说，其实当你们在对于已经失去掉的这段关系当中，你们开始逐渐的会认为，自己的感情观里面是必须要去懂得，让一段感情慢慢去让它发酵，或者说让一段关系慢慢的去建立，而不要因为自己可能想谈感情，或者是说你不太认识这个人，或者说你对这个人比较不熟悉，比较不放心，但是又会因为被对方的各种行为给打动，然后就让自己很快去投入一段关系当中。所以现在你们其实当在属于这种的类型的人的话，你们反而会用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或者说你们会希望让一段关系可以走得更长远、更长久，那你就想要用一种比较拖延的方式来去观察这个人。好，那第四种解释的话，就会认为，有一部分的你们可能本来在对说自己的感情当中，你们是比较没有会去已经结束的关系就会直接结束，但是在遇到这个人之后，其实你发现到说，在一段感情里面，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当朋友，或者说当两之间真的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真的结束之后，其实因为两人可能也经历很多，那你会认为，其实有时候交往过的，或者是说暧昧过的，或者说告白过，就算真的没有结果，但是其实也是可以很自然的当朋友，两人之间反而会成为一个最亲密无间的好朋友。那就算在缘分部分，虽然真的很遗憾，是没办法成为彼此的另外一半，但是其实也是反而两之间变成更要好的朋友，会多了一个家人的感觉。好，大概是会以这四种，你们可能从这段关系中所学到的、所感受到、所领悟到的事情。好，那继续往下看。接下来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宝剑骑士。好，那宝剑骑士的话呢，就代表着说，其实当在面对说一段感情当中，你们会认为，其实如果说，就是从这段感情里面，你们去意识到说，其实当跟这人之间有没有缘分，或者说跟这人之间有没有可能性的话，有的时候你们给对方一个机会，就只会有一次而已。就是你们开始懂得学会说，不属于自己的感情，你们就不太会再一直的陷下去。你们会认为，其实任何东西都必须要有它的一个底线，或者是说会有自己可以愿意努力几次的一个界限跟次数。所以，当一段关系真的看不到未来、看不到结果，或者是说可能真的比较没有可能跟机会的时候，当你被对方拒绝过一次，那你再努力一次看看之后还是没有话，那你觉得其实就必须要应该要放弃了。甚至有人会认为，其实只要被对方拒绝过之后，或者说你只要觉得好像有明显的答案出来，没有可能的时候，你其实就也觉得不太再需要去为了这段关系而去那么的卑微，或者是说那么的低下，因为你们会认为，其实一段关系，当如果说两之间真的是有缘分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像一拍即合，或者是说两之间其实发展速度也不会到太慢，就是会还蛮快的。然后两之间其实算是会还蛮有话聊，或者说会蛮有来电，或者是会比较能够更加贴近两个人之间在心与心之间的一个接触。也就是说，你会感受得到。你会认为，其实当一段关系中两之间真的有可能的时候，是能够明确感受到对方的用心，对方是多去在意这段关系，然后你就可以做出多少的努力。那如果说一段关系当中总是你一个人在追着对方跑的话，你就会认为，并不是一个适合的感情，或者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也是不太需要再去那么的执着跟坚持，在一段并不属于自己的缘分里面。所以看起来也可以知道说，或许你们在原本的关系当中，你们真的遇到了很多，你们可能在这个人身上真的付出太多了。那或许这个人所对你们的态度，也是刚好
雅妍会觉得刚好到你们一个心灵自我成长的一个阶段，所以你们才会用一种更慈悲的心吗？还是说更加成长的心态去看待一段比较不属于自己的缘分？就是你们也不会再那么执着，然后也会认为一段关系有没有可能性，就是其实就是快很准。对，快可能不一定，但是很跟准，你们开始会逐渐的去做到，因为你们其实会希望说自己在接下来碰到的感情的话，是能够把它切割的很干净，或者是说是能够把它明确的辨识清楚。因为你们其实对于说谈感情的状况来看的话，你们其实心里面很想要，但是你们其实觉得已经有点累了，因为你们会比较倾向于说，当感情稳定之后，其实你就也不太想要变动，那你就会一直很专注在一个对方身上，就是一段感情当中，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想要去有那种浮动的情形。但是如果说当还没有决定要陷入一段感情的时候，其实你会一直不断的浮移，然后你可能会经常漂浮不定，但你漂浮不定只主要是来自于你自己心里面感受是比较没有办法信任这段关系，是担忧成分偏多，所以你才会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投入在这段关系里面。好，然后在我们所抽到的第3张是女帝牌。好，那女帝牌呢，就代表着说，其实当你们在对一段关系，或者说对自己的人生，你们开始懂得会用祝福的心态去看待。可能我们先不管说这个人到底对你做的有多可恶，那我们当然也撇除掉那些他可能真的做了一些人神共愤的事情，好，就是非常让人觉得非常生气的事。好，那只要是能够撇除掉那一些，其实你会心里面蛮祝福他，可能会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人，或者是说你可能会觉得，真的两之间没有任何的缘分的话，那他其实过得好，那你也觉得也无所谓。就是你会带着一个祝福的心态，你可能心里面会在意啦，也没有到无所谓，你会在意这段关系，你会在意这个人，但是并不会到像之前一样，你会被这个人心情一直起起伏伏，或者说会被这个人情绪带走，反而在这段感情之后结束之后，你其实反而会能够以更加广阔的心态，或者说更加中立的角色去看待与一个比较不属于自己的缘分，你开始懂得去祝福，开始懂得去回向给那一些可能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或者是说曾经利用你的人。那当然，他们做那些可恶的事情，你依然是没办法去放下，或者说你可能也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坦然的面对，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那么轻的祝福。你没办法那么轻的原谅他才对了。但是你本身在看待说他这个人的感情状况，你其实基本上也还是会比较抱持着一种各自安好，然后你过得好，他也过得好，那其实这样子也是一个不错。所以其实雅妍会觉得说，在选到这组的你们，其实整体来说，看起来你自己心里面比较多是你个人心灵的成长，真的偏多，是偏的比较高的。那本身在对于说看待这段感情，你心里面虽然有蛮多的遗憾，或者说有很多的不舍，但是你其实也蛮清楚知道说，有些事情并不是努力，或者是说并不是你一直坚持执着下去就可以。那雅安会蛮恭喜你们，就说选到这组的你们本身的领悟当中，是懂得更加去把握住身边所已经有的缘分。对，就是开始懂得会去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那不属于这个东西，或者说可能比较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的东西，你们会比较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就不会再那么的执着了。所以杨会觉得说蛮恭喜你们的。好，那这边如果说验证牌是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喽。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说，在关于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想到你们的付出的话，那他是如何去看待的呢？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第1张牌。好，这边话我们所抽到的是权杖皇后。那看似乎你心中所想那个人呢，他想到你们曾经所为他付出所做的这一切，看起来其实你们对说这个人所带给他的改变，或者说你们给予他的启发是真的还蛮大的。也就是说，原本他在对待于像你们这样的一个类型的人，他可能是不熟悉的，
可能是有遇过，但是他不熟悉，甚至可能对他来讲会有一些比较是负面的想法，或者说会一些比较负面心情。但在跟你们相处之后，或者说遇到了你们之后，这个相处过程里面，也可能是因为你们真的很努力，或者说很用心的在对待于这个人，所以呢，他逐渐的愿意为你们打开他的心房，然后他逐渐的对于你们之间的这个回忆、这段关系，他开始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想法。但是也因为这个全新的东西，这个新的关系、新的相处模式，或者说像你这样的一个人，这些新的过程里面，是他曾经所没有拥有过的。所以在以他的角度来说，就会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用心，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比较放心，比较有耐心的去面对于你们两个之间的你的付出，或者是说你们俩之间这个相处的模式。那当然，在你们相处过程之中，或者说你的付出当中，其实他都有一直在观察，那他都有很认真、有细心的去感受。那再来就是权杖羊也会比较倾向于说，会多一点讯息，就是如果说你们俩之间是真的跟在工作上有关、职业上有关，或者是说合约上有关，或者是跟在商业上有关，或者说你们可能是在他工作场域中会才能有互动，或者说才认识的话，那对于他来说，其实他角度会更加是会蛮喜欢去观察你这个人，或者说他会不自觉想要去多了解你们这个人。那在当初或许你们跟这种互动之前，其实他可能就已经有先注意到你们了，无论说你们可能是路人，或者说你们可能当初就是觉得这个人就还好。所以就是说，当你们在跟这个人有互动，或者说更多过程里面，其实他原本就已经有稍微注意到你们这个人，那可能对他来说，当初印象没有那么的深。那在相处了过后，或者说可能在某一天突然想起来，哦，你好像就是曾经我所印象中的某一个的路人，或者说某一个人的样子，又或者说可能曾经有听过你的声音，或者曾经有听过关于你的风声、关于你的名声等等之类的。这边其实就要看个人的状态啦，因为这边的大众讯息的资讯会比较多，那羊就会尽可能的能够讲出来都会讲，那就请你们再稍微的去筛选一下，哪一些是你们个人当初的状况。无论你们当初这段关系当中，对方是如何看待或者说去面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关系，那其实在关于你的任何的付出，其实他都有放在心里面，那他都有好好的去审视，或者是说有很认真的去看待曾经在这段往事，或者说曾经的这一段的相处过程里，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说你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于他。那不偏不倚，就是其实这个人他在对说你们曾经相处的那种的过往里面，你的各种情绪，然后你各种的表现，你各种的言辞，或者说你各种的态度，其实他都有在做一个评估，或者说其他都有在做一个分数。所以就如果说你们曾经有为了这个人，或者说为了这段关系，可能有大发雷霆啊，或者说有讲出一些伤害他的话，那不偏不倚，当我们抽到权杖皇后，就也等同于代表说，其实你在他心里面会被一个大大打折扣。无论他口中他的对话中有表示多么的能够愿意接受你这个个性上的一个情况，可是实际上在他的内心里面是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对，所以表示说，其实这个人他蛮特别，就是洋洋会认为啦，就是以洋洋所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在他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他在面对说所追求自己的人，或者是说所对自己好的人，或者说自己的另外一半、自己所喜欢的对象，他都会有一点，以他自己为出发点，然后用一种比较严苛的角度去看待于对方。所以呢，很明显，就其实，在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当中，杨会认为，你应该是有做了一些让他觉得可能比较就是比较不舒服的事情。好，那如果说当对方是属于异性，然后你是同性，然后你喜欢，应该说你们俩之间都是同性，然后他是异性恋的话，你是同性恋的话，那对他来讲就会觉得，其实，在关于性向这部分，其实是不可逆的，是一个你们俩之间最大的阻碍。那其实只要当两个人性向是不同调，应该说，他没办法接受同性之类的意思。那反之，如果说你是喜欢同性，他喜欢异性，然后
讲反，如果说你是喜欢异性的，他喜欢同性的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想要觉得，好像试试看的话，那其实他也觉得有点不太可能啦。好，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骑士。好，那当出现宝剑骑士的时候，那就代表说，其实，在对于说想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付出，有人会认为，其实他确实是有时候会蛮常会想起来，但想就只有那一下下而已，他并没有想的太多。然后他想起来的话，大部分来说是想到自己。你付出的那个当下时候的感觉跟感受，也就是说，其实他本身在看待面对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这个缘分，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就本身在看待一段关系，他就是保持着一种比较单纯的心态去看待，又或者是说，在你们两人之间，你的付出，他会去想到，曾经你付出那个当下，或者说他知道你的付出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有可能这个人本身他在面对说自己所想要选择的对象，或者是说可能想要在一起的人，他本来就是会用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去面对，他不是一种随便会去给予关系承诺的人。但是相反的，其实这个人他反而会有一种常常给人会有一种暧昧的感觉，或者说给人会有一种好像很有希望的感觉。当然，如果说当他有很多个选项在可以做选择的时候，或者说很多人刚好就是让他觉得好像还不错的对象，那你是可能他的 ABC 中的其中一个，那他就尽可能不要让你知道你其实还有其他的竞争者。那这样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才能够用一种最自然，或者是说看到你最真诚的那一面。这以他角度来说，他角度是这样想的。因为如果说当他觉得你知道你有竞争者的时候，有可能的态度会不一样，就是你可能没有那么的真诚，没有那么的真实，可能会因为有狩猎的心态，或者说比较心态，就会做出一些更让他觉得比较没办法看出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的这个态度跟方式。所以表示说，其实这个人他在你们两人相处过程里面，其实他总是会去做一点权衡利弊的方式，一直不断的去思考，或者是说他会一直不断的去用这方面的看待。所以呢，对于洋洋来说，其实会反而倾向于说，这个人当他在对待于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的话，他是真的蛮以他自己为主，或者说以他自己为中心，他比较没有真的想太多，或者考虑太多关于你们两人之间的这一段的感情。好，那杨刚刚才发现呢，居然麦克风没有开，所以用的是手机的原因。那现在杨就改成是有用麦克风，所以希望收音的音质会比较好。所以非常抱歉，前面第三组让你们听了8分钟。8-9分钟一个没有麦克风的环境音，所以会比较多，非常抱歉。那我们就来继续讲一下关于接下来对方他是如何想着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关系，想着你曾经对于说他的付出是什么。好，那也来为大家继续抽。好，那这样的话，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太阳牌。好，那太阳牌的话，如果说当我们在面对说是已经断联的这段关系的话，在对于洋洋的角度来说，就是像大家所书面上所看到的那些的解释的方式，可能这个人他想到你的时候，他大多是抱持着一种朋友的角色，或者是说朋友的姿态，或者是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你们确实能够带给予当时他一个非常大的力量，或者是说一个非常大的包容心，或者是说你们也是对他非常的好。所以呢，他原本其实在对于说你们俩之间的你的付出的这个部分的话，他其实真的一开始真的也没有想的太多。那确实你们刚开始付出的时候，其实他是抱持着一种你们只是把我当朋友，那我就是一直不断的接收。可是当有一天你们可能真的做太明显，或者说你们可能有明确的说出一些关于你们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期待的话，那代表着其实在他的角度来说，他就觉得其实好像必须要跟你说清楚，或者说必须要做出一些明显的举动跟行为，让你去打退堂鼓，或者是说让你们也必须要去明白的知道。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分2种情况，第一种是你们有明确让他知道，第二种就是你们是比较
隐晦的，或者说你们可能也不敢明讲的，就是两人之间一直维持在一个暧昧的状况。好，那第一种是如果说当你们有明讲的话，那其实以他的角度来说，当他去想到现在的他，想到你们曾经所付出的这一切，那又想到当时，他会想到当时的他的态度是如何。他就觉得说，其实现在以他角度来说，他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所以他也没有对不起你，也没有对不起他，也没有对不起他自己的良心，所以他觉得说，其实是当初你自己一直不断的愿意去留下来，或者说你当初自己愿意对我这么好，所以我对于你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亏欠，但是我对于你是有抱持着一个感谢心，或者说感恩的心，或者是会希望说这段关系，如果说真的有一天未来再次恢复联络，或者是说有机会再次的交流的话，那他希望两件事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良好或者说友好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没有太多是一些个人的情绪，或者说比较没有太多一些个人的情愫在里面，就真的只是单纯的是保持着一种希望两人之间都是像朋友一样。那这种状况的话，洋洋会比较把它列为说，有可能在以他的角度来看，你们俩之间会很像是灵魂伴侣的角色，因为他觉得其实跟你相处过程里面是舒服的，是纯净的，或者说是你是正直的，或者是说会觉得跟你相处是愉快快乐的。所以呢，他就会很想要去多跟你这个人互动。那因为当太阳跟权杖出现的话，其实它是一个阳性很强，应该说正面很强的能量哈，阳性很强的能量。所以代表说，其实在以他的角度来说，是真的还蛮想要，跟也蛮希望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是能够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但是好的方向是属于一种朋友的角色，或者说是好兄弟、闺蜜的角色。对，所以如果说我们曾经真的很喜欢这个人的话，那又没有结果，很明显的。那如果说曾经有交往过，就表示其实在以他的角度来说，后面相处久比较像是朋友，那就不会想再继续下去两个人之间的这段缘分。好，那如果说是你们曾经真的都没有让对方明确地知道，或者你们表现的比较隐晦，希望可以透过暗示的方式的话，那这边就表示说，其实他就觉得，哎，你们俩之间就只是朋友而已。那他可能有猜过，但是他觉得两人之间都没有明讲，那你也没有明确说出来，那他觉得也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猜。那他猜的方式，其实就看你每次的表现跟别人有没有不太一样。那其实当出现了宝剑，其实他就表示说，他有猜过很多次，然后也每次都有猜，但是就会因为权杖皇后的关系，他反而会认为可能是自己想太多了。然后他也会认为，如果说你真的是那一种很主动，或者说想要去一段关系的话，你应该会是自己想办法去努力，去争取这段关系，就是不太会用隐晦的方式，就是说他会认为你不太会用隐晦的方式啊，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好，那这边就表示说，看来啦，在我们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本身对方想到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想到你的付出的话，他会认为其实更多角色是在于说，他真的把你当成是一个合得来的好朋友，或者是说真的把你当成是一个可以值得相信的朋友。对，就是朋友的角色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呐、对，好，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看。可是有人会认为啦，有可能你心中所想这个人，他其实也有一点花心的成分在。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他那么的花心，还是怎么样？好，那就这一张了。这张话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2。好，那钱币2的话，洋洋会认为，其实在对于他想到你的付出的时候，其实他也会觉得，第一个这是你甘愿的，这是你自己愿意付出，他也没有强迫你，他也没有逼迫你，然后他也没有要求你要怎么做，就是在你们俩之间的相处过程里面，他觉得你的这些付出一定对你来讲是不会造成一个多大的负担，又或者是说你会懂得在这段关系中找到一个拿捏的程度。那当然，如果说你们自己是本身没有找到一个拿捏的程度，他自己也会踩刹车，他自己也会让你知道说，其实他本身在看待说面对说你们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他就也是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或者是他可能也没有这方面想要跟你有太多互动性的
这方面的欲望，对，他会自己找你们关系之中的一个界限，或者是说会让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会就是说不会去打破那个平衡点。那最后期如果说你们俩这件事一定跟工作上有关，或是可能跟钱扯上关系的话，演员会认为，其实这个人他多少有点在贪图你的钱，他好像表面上说他是愿意，应该说他是不贪的，或者说他是体谅你的，然后或者是说他舍不得你花钱，但实际上他所做的任何的行为，他就在贪图你的钱。就是他的表层的意思呢是不想贪图你的钱，但他深层的意思就会觉得说，哇，你比我还有钱，你比我还有能力，或者说你比我还要大方，他可以利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从你身上得到他觉得是好处。所以如果说他曾经你们曾经真的送很多很贵的东西给他，或者说你们曾经为了他的业绩，或者说他的工作，你们投入非常多的金钱，或者说你们帮他找了非常多的客人，或者说你们可能为了让他签很多合约等等之类的，对。其实对他来讲的话，当时的他表面上拒绝，应该说就是有一种成语叫做欲拒迎还，就是这个简单来讲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在他的角度来说，他觉得既然我都拒绝过你，那后面我接受，那你就知道说我不是故意的，那你就要知道说，其实我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接受，但是我心里还是很感谢你的付出，但是你也不能对我抱怨，那你也不能说我哪里不好，因为这是你自己甘愿的，你自己愿意给我的。对，所以呢，就代表说，其实这个人他稍微会有一点贪图的意思，然后他想到你付出，他会觉得他真的没有对不起你，他可能只是会觉得说，哦，我真的不小心拿太多了，我好像不应该拿这么多，他顶多就是只会有这方面的想法。但在对于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上的话，其实他就不太会，觉得因为没有跟你承诺，或者说没有跟你在一起就拿你这么多，他觉得很抱歉，他并没有这方面，他没有这么想啦。对，他就会觉得真的只是单纯是你自己愿意的，那你也不能怪我，你也不能说我哪里不好。所以其实他想到你的付出的时候，他心中想法就是觉得，你情我愿，对，就是蛮活在自己的想法，就是蛮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呐。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下一张。好，那下一张画这边所抽到的是权杖九。好，那当出现权杖九的话，就代表着说，其实在以他的角度来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互动，或者是说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两人之间的这个相处的话，其实他有觉得他自己当初是有明确的讲到，明确的说出来。那以他的角度来，他有想到说，其实当时你的付出，那你为他所做的那一切，那他觉得他应该有跟你明确讲，然后他觉得他自己也有受伤，他自己也有损失，或者说他自己也有没有让你知道的委屈。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因为洋洋会觉得，可能他身边的人有跟他讲什么，或者说他身边的朋友跟他说什么，或者说可能你们付出的那时候，他刚好有认识的人在附近，要看你们的情况。那不管说是哪一种情况，我们就是以大方向来讲，就表示说他身边人知道你们俩之间的事情。那可能其他人就会说他哪里不好，或者说其他人就会说他哪里不对，或者说其他人会对于他的这些行为会给予一些指指点点。但是他就会觉得，我跟你讲很清楚啦，我居然没讲清楚，我也明显的表达出来了，那是他自己愿意的，那又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问题，为什么好像大家都会指责我，或者说为什么好像大家都是会觉得我哪里不好，我哪里不对？他觉得这样的自己是委屈的，他会觉得其实自己是带着一种委屈的心态，或者是说被别人给误会的心态去接受你的各种的好处，或者是说去面对于你这个人，所以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个人他真的非常的坏心，因为他根本就不觉得他自己是有问题。那可能正常人呐、都会觉得，他如果说真的从来都没考虑过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你们在他的角度来说是还在一个观察期的阶段的话，
他应该要明确让你们知道，或者是说当你们做到一定上程度，那他也必须要明白的，让你们不要真的付出那么的多。但是以他的角度来说，就会认为其实当时的他真的是有很努力的去拒绝你，但是是你自己甘愿的，所以他还是觉得自己没有错。他觉得当时的自己被很多人误会是一个非常委屈的事情。然后再就是如果说在你们断联之前。之后，不管是什么时期，你们曾经有为这件事情而吵架，为了这种的你的付出，或者说他的态度，去做点争执点的话，那当然会更符合在这边权杖九的意思，就代表说他觉得他自己是委屈的。那当然这样的状况下，他就会更加的有点讨厌你，因为他觉得我就是没有错，这个人就是会有点自我，然后就是有点自私。雅阳会比较倾向于说，就是这种人可能真的有点偏向于自私，因为他就是有点不知好歹，然后就也没有太特别的去考量到你的这个状态。对，他会觉得其实是你真的你自己甘愿的。那在对于说付出了你目前呢，他想到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这段感情，其实杨会觉得真的没有感情，就真的只是朋友而已。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权杖皇后，你看权杖皇后又再次出现了哈。好，那这边权杖皇后比较跟刚刚的小王子的塔罗有点不太一样。好，那这边的权杖皇后呢，就代表说，其实他会认为，其实当时他已经做出很多的努力了，就是说有明白的让你明确知道说他对于你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说对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里面，他也明白的知道说你的用心、你的用途、你的企图心是什么，但是他就会希望说透过他自己的方式来让你知道，其实他对于你。应该说你在对于他的角度立场来看的话，会像是朋友居多，或者是说是非常要好的人。那他其实看起来不太希望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是不太好，也就是说，他希望你们俩之间是可以保持着联络、保持着联系，然后可以继续保持在一个友好的这个状态，会希望说两之间的互动上面。是能够撇除掉是在关于情感的这个部分，因为杨会觉得啦，这个人其实他多少会有一点自我，或者是说可能真的是蛮自私的去看待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缘分，然后你的付出。他心里面是感谢没有错，但他也觉得他自己没有错，因为他也表达了感谢之意。他会觉得比较像是一种。他好像蛮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比较没有太特别的考量到，以正常来说，普遍来说，其实这些你们过往相处过程里面，其实有点超出了所谓常人所认定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但他并不认为，他只会认为他自己已经有做过，有做到了，那你是自己自愿坚持下来的。那你也不能特别说什么，他也觉得他也不应该为他自己的行为做负责任，就是他会给他自己找到一个理由跟借口来去合理的解释这些一切的行为，或者说一切这些的动作。好，所以看起来其实这个人呢，他很以自己为中心啦，就是也真的没有想太多。想太多吗？其实也就是自私的人啊，简单来讲。好，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命运之轮。那命运之轮呢，就代表说，杨会认为，其实这个人应该现在心里面还是蛮想要见到你们的。就是在他角度来看的话，可能因为从来都没有人可以这么无私的对他这么好，或说没有人可以这么无私的帮助他这么多，那你是第一个，那他也觉得你可能是最后一个，所以他心里面还是蛮渴望，也是蛮想要你们是能够再次的回到他身边，或者是说他心里面是蛮期待两之间是能够见面，可是他也知道说其实两之间现在断联这个状况，如果说真的要有互动，或者说真的要有见面的话，基本上是有点困难，甚至可能也不太可能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人他接下来的动作就是，如果说真的有一天有机会，然后是能够在一个很自然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那就代表其实他一定会付出行动，他一定会主动跟你打招呼，或者说会找一些理由来去邀约你，或者是说巧遇你的时候，他一定会让你看到他的存在，让你们俩之间会有一个相互见面的机会，或者说一定会有讲话的机会。那这边因为只是抽到命运之轮，所以表示说其实只是他在等待这个时机，但是你要说他后面还会做出比如说关系中的一个举动的话，如果说当我们以这次的主题来说，其实不会，因为他现在心里面唯一想就是如何让两人之间在以最不尴尬的状况之下恢复着联系。好，那就给会员的讯息。会员讯息的话，我们就来看看说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呢，那在未来的半年内好了，半年内你们会恢复联系好了，应该说恢复相处，好，或者说会不会有相处的机会，会不会有相处的机会，好，然后用手机记下来，对，因为有时候晚上怕说自己要给会员，有时候都会忘记说，我要拍什么，所以现在都会先用手机记下给大家，那样就是之后能够再补充继续拍下去要给你们的讯息。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来看看说关于命之轮还有没有更多更棒的讯息要给你们。好，那就这一张了。好，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审判。好，那审判就代表说，其实他现在也是在赌的就是当两之间现在断联这个状况，那结束了之后，或者说两之间恢复联络之后，是不是关系上面就会有所转变，或者是说关系中的你们会不会对他的态度是始终如一？但是他始终如一的意思就是，你会不会再继续无条件为他付出？但是他会不会想要为你们付出，这是另当别论。有人会认为啊，如果说是以目前的牌面上看起来，对方一样把你当成好朋友，不会有你们要的感情的这个部分。对，因为看起来，你心中所想这个人呢，他就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给予双同性向的人，双同性向的人的话，我们给你们讯就说，对方他有没有在你们相处的过程里，然后他有和别人勾搭到什么程度？好，这个有点劲爆哦。好，就是对方有没有在你们相处过程里，他有没有和别人勾搭，然后到什么样一个程度？这就是给予双同性向的人。好，那这边的话呢，反正就是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当中，你的付出的种种，他觉得其实你的用情很深，他在你心里面的位置应该是蛮强大的，然后是不容易被别人给取代的，所以他其实心里面是有很多的信心，会认为其实就算他真的回来找你们，求你们，或者是说在你们面前一直晃，那你们就会愿意去接受这段关系，你们就会无条件的继续为他好。那就有可能会去成为他的备胎，或者说成为他的选项之一。杨还是会比较倾向于说，你们心中所想这个人呢，海王的程度偏高啦，对，就是一个比较没有担当的责任感的人。好，这个是杨会觉得三组里面最傻眼的一组，对，杨没想到今天会抽到这样的牌。好，然后在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2。好，那宝剑2这边的话，杨会分两种意思，一个是代表他，一个是代表你。好，代表他就表示说他有可能现在身边有其他的选项，那他也把你列为是选项之一，无论说你们现在是断联的这个状态，他依然会认为说，就算有一天没有人要我了，或是说我跟我的现任分手了，我回来找你，你一定也会接受我，那只是我要想想该如何去让你愿意接受我，这是他觉得他要烦恼的事情。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如果说是代表你的这个状况的话，就是他认为其实你现在身边可能有其他的对象，或者说你现在身边有其他的人选，那他回来找你的话，他可能就变成你的选项之一。但是我们再配合两张牌，他会觉得说我跟你很有缘，所以你一定会选择我，不管怎么样，我只要回来求你，哭着求你，然后对你讲一些很拜托你的话，或者说在你面前表现出可怜的样子，或者说我只要一直待在你面前，或者说只要把你绑在我身边，你终究心会在我身上，我终究是那个胜出的人。
所以就代表说，其实这个人呢，他现在面对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已经断联这个状况，他想到你的付出的种种，他会觉得他其实胜算非常的大，然后他也会认为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他是非常占有优势，他在你心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他认为其实是没有任何人，无论你只有多喜欢谁，只要他出现在你面前，他就是很容易能够的取代任何人在你心目中的位置。只是现在他只能先让自己先过好他自己的生活，那也让你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先让两之间彼此的心灵都沉淀之后，那当再一次出现的话，那他只要用对方式，其实就能够去扭转或者说去改变你们俩之间在关系里面比较尴尬的那个局面，或者说那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洋洋会认为说，这个人呢，他不仅自我，然后也蛮自私的，然后他也是蛮自负的。对，就是他会觉得他非常清楚知道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也觉得你们俩之间的缘分很深，可能是你们曾经有跟他讲，或者说他自己也这么认为。那他又认为说，其实之间的这段关系是，胜算几率是蛮高的。对，所以杨会认为，其实在选到这种你们要特别留意跟小心这个人的真正的人格是什么。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给予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也非常感谢你们听到这边，因为第三组洋洋没想到解说部分前面8分钟都没有用到麦克风，都是用手机直接录。那刚好这边环境真的非常的多，所以非常感谢你们听到现在。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请记得去看一下你们会员专属的讯息，一定会有更多的资讯要给予你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谢谢大家，拜拜。